她已经是一个美女了，可是整个鼻翼还是比较宽一点点。我们这次精致化的手术呢，的确重点在她的鼻翼。可是应用题来了，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她的鼻翼上缘这边比较宽？其实这个地方非常难处理，基本上就已经锁住整个鼻子的基本宽度了。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各位东粉好，我谢东医师。各位资深的东粉们呢，应该还记得早些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录了一系列超硬派的关于医美手术的基本知识，它很像在扎马步一样。然后我们利用这些基本功呢，做了一些应用，试着教各位如何打出组合技啊、连续技啊。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案例分析，各位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最美新娘，可以点过去看看，我们在讲那些大鼻头的问题。隔了将近2年，我们终于要出案例分析第2期，我们来分析宽的鼻翼怎么处理，我们来分析福尔斯汀。福尔斯汀呢是他特别经营 IG 啊、YouTube 啊，然后是一个以团购为主的网红，然后因为真性情，所以其实大家都蛮喜欢他的。各位可以看，她就是一个高挑的漂亮女生嘛。可是呢，其实她之前的 YouTube 影片也有介绍自己哦。其实她以前不是长这样子的。福尔斯汀呢，其实来找我们之前呢，已经做过了眼睛跟隆鼻手术了。各位可以看到，她最一开始呢，其实眼睛比较单、比较小，而且鼻子呈现一个这种大大的三角形。可是眼睛手术之后，眼神的确改善了，鼻子拉立体以后，对于全脸也非常的加分哦。这样其实已经是一个美女了。那只是如果我们想要在这种已经漂亮的状态下，把它做得更细腻、更有质感的精致感，那我们会怎么去思考呢？针对斯汀的设计呢，其实我们可以分成3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鼻子的再精致化，然后第2个呢是眼神的加强柔化，第3个呢是小 V 脸的加强。首先呢，我们第一个来谈鼻子的部分。其实各位还是会注意到，她已经是一个美女了，可是整个鼻翼还是比较宽一点点。其实原本的医师有建议她要做缩鼻翼的动作，可是她当时是怕改变太大，所以是拒绝的。可是我们这次精致化的手术呢，的确重点在她的鼻翼。那什么叫缩鼻翼呢？就当我们的鼻基底比较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做个内缩鼻翼，让鼻基底变得窄一点点。那如果我们鼻翼比较卷，从底下看像是一个梅花这样3瓣。鼻头一半，鼻翼各一半，这种鼻翼比较长跟卷呢，我们可以做外切鼻翼，把鼻翼拉直一点。这就是内切跟外切。所以斯汀呢是需要内切跟外切的。可是应用题来了，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它的鼻翼上缘这边比较宽？其实这个地方非常难处理，而且这个地方非常重要。鼻翼上缘的宽基本上就已经锁住整个鼻子的基本宽度了。各位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直接做缩鼻翼，把鼻基底变窄，你看这里变窄了以后，结果上面还是宽的啊，它就变成鼻翼上缘的时候是宽的，到鼻翼的时候整个内卷进来，会非常的奇怪。而且如果单纯做外切鼻翼，只是把鼻翼拉直了，整体还是宽，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它会锁住整个鼻子的宽度。所以要考虑缩鼻翼之前呢，在斯汀身上，我们要试着把这个宽度再变窄一点。那怎么变窄呢？我们要敲鼻骨。什么叫敲鼻骨呢？我们又可以去复习了。敲鼻骨呢，就是把这个鼻背这外侧这个就叫鼻骨，好像山的山坡一样，利用敲鼻骨这动作就把山坡变窄，就很像上帝把你这个鼻子捏窄的这个动作，不用更挺的情况下，正面就会更立体了。然后也因为这个山坡变窄带动这个鼻翼上缘也一起变窄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有空间可以做内切跟外切鼻翼，才会把上半部也变窄。鼻子的下半部鼻翼的部分也一起变窄，所以呢，我们整体对于斯汀的设计是这样的因为是要重修鼻嘛，所以虽然原本的医师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可是我们还是试着把一些小细节再加进去，鼻背再多一点点弧度，鼻头再精致化一些，然后呢，我们就加做了敲鼻骨这个动作，让鼻背反而是变低的情况下，正面反而立体度是更好的。鼻翼的上缘呢，也因为敲鼻骨这个动作被内推了，我们就可以再做外切跟内缩鼻翼，把整个鼻翼变窄。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结果，而且因为斯汀它的肤质还不错，所以它的本身几乎没有留疤的问题。那斯汀呢，我们这一次使用什么材料呢？我们是用自体肋骨来创造鼻头，然后鼻背用 Gore-Tex。重修鼻特别推荐用自体肋骨，因为自体肋骨缺点就是多一个伤口，可是其他都是优点。短时间的感染风险最低，长时间的鼻型也是最稳定的尤其适合在重修鼻。那贵族手术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体真皮当然也可以选择 Gore-Tex 效果会更明确一些。一体真皮呢，因为它会部分吸收，所以它的效果会弱一点点。
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中浅层配合自体脂肪移植，然后深层用液体真皮，这样多层次的效果很不错，而且这些材料比较柔软，所以未来的表情呢会更自然，而且压的时候也其实比较不会有异物感。然后为了在效果更好呢，在这个深深的法令纹上呢，在上方这一点点这一块，我们做了一点点抽脂的动作，好让凹的地方不再那么凹了，凸的地方也不再那么凸，会让整个线条会再更柔和一点点。甚至呢，我们又帮它补了一点点卧蚕，让整个视觉感再继续的往上拉提，比较不会有这种后作用的垂坠感。然后我们来谈谈思婷的眼神的加强。其实你看，原本她这种单眼皮啊，做了双眼皮手术，其实已经改善非常多了。不过她的天生这个结构还是比较压所以还是有轻微一种眉压眼的感觉。所以我们帮她做了前额拉提，而且我们前额拉提特别着重于中间这一个部分的拉提，外侧其实它不太需要。那中间拉伸以后，各位可以看到整个内侧的眉眼之间拉开以后，变得更清爽，而且眼睛的眼神呢变得更圆、更柔和了。这就是前额拉提的效果。那之前我们有这个硬派的课程有讨论过，怎么样适合做前额拉提呢？其实很简单，就在家里呢面对镜子，然后手放在额头上，轻轻的往上拉拉看。如果拉起来觉得哇好好看那其实非常适合做前额拉提。但如果拉起来你觉得好惊讶或者好奇怪那就代表说其实就是不适合，或者是暂时还没有压迫到适合，过个10年可能才会适合。这就是之前教大家怎么在家里自己去测试需不需要做前额拉提。而且额拉呢拉起来以后呢，除了眼神呢通常会改善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原本大家这个组织比较压，所以眼睛打开的时候自然会想要有一个往上拉的动作，所以有一个抬眉肌出力的问题，然后又觉得怪怪的，又很习惯用皱眉肌把它压下来，所以这边就会一直在出力，就会显得有一种凹凸感。其实有时候你看思婷这些照片有一些人也会像这样来问我说，那我是不是要处理削眉骨啊什么？其实不是的，这其实只是肌肉而已。你看把额拉上去以后，就不再需要用力抬眉了，抬眉肌放松了，那也不需要皱眉肌再把它往下压了，皱眉肌放松了，额头所有肌肉都放松了以后，你看这就变得非常的 peace。就非常的平顺就变得非常的舒服清爽这个也是前额拉提可以带给各位的一个效果。再来，我们来谈谈下巴的加强。思婷其实也是期待一个 V 脸的样子，可是各位可以看到，它正面其实还算 OK， 可是侧面看会觉得下巴好像有一点点的厚道感。可是按照比例上，下巴好像也没有真的那么明显。那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的骨头这里有点往前，然后下巴跟下唇中间这个凹陷，当时有一点点明显，所以我们就下巴这个凹陷这个地方呢补一点脂肪，会让下巴比较柔和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利用嘴边肉的拉提，让这边上去，在下巴没有特别往下冲的情况下，变成比较小 V 脸的样子。这是我们当时的治疗计划。那同时因为补脂的关系，我们又把这个嘴角用补脂的方法加强了一下微笑嘴角，所以我们就造成他现在的这个下半脸的精致感。所以我们整体上呢，就利用前额拉提，让额头变得平顺一些，然后眼神这种压迫感改善，然后呢，也用鼻子重修，让鼻子的精致度再上升，利用敲鼻骨跟缩鼻翼，让正面鼻子变得更窄、更立体，然后也用贵族手术把这个中脸凹陷跟轻微的嘴凸感一起改善。那下巴呢，透过一些补脂跟嘴边肉拉提，让整个下巴的线条再柔化，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质感化手术。所以各位如果来找我咨询鼻子的时候，我会帮你看的其实不只是鼻子各位一定会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我会看着你的脸，会叫你眼睛打开闭起来，然后叫你笑，然后我就会到侧面去看你的整个比例、牙齿啊，看你有没有牙齿矫正，还会把你嘴巴掀开然后你会觉得天哪，其实你在干嘛？我就是要讨论鼻子，请你看我的鼻子好不好？不要玩我的脸。
不是这样的。各位来咨询以后，我还是要先去观察你整个脸部的所有的比例啊、结构啊，甚至去理解你的个性啊、你讲话的方式、职业这些，其实有时候都会问。然后我需要对于你有一个全貌，就是说怎样的美才适合你。我们要抓到那个感觉以后，重新再回来思考怎样的鼻子适合你，怎样的眼睛适合你，怎样的下巴适合你。这才是一个整体思考去设计的样子。假设今天各位没有看到思婷好了，光是听到我刚才讲的这一连串我做的这些治疗，各位一定会觉得天啊，这结果一定是一个整形鬼可是各位可以看到，从思婷2.0变思婷3.0，还是它只是更质感化了，是不是？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一个案例分析见咯，是几年后？